当了婆婆后，会更每晚8点，聆听读者。各位听友们，读者原创专栏现已全新上线，关注读者首页即可收听。今晚读者君给大家分享的文章，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懂得放下偏见。我去同事小陈的办公室，想坐他的顺风车回家。我的车被拉去维修了，刚和小陈说完，旁边的小王意味深长地笑了：“你撞车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珍爱生命，远离女司机。可那天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早上6点，我从家里出门，车开出来后，想起忘了拿一本很重要的书，于是我把车停在路边，上楼去取书。距离我停车1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大型垃圾箱，每天早上都有环卫师傅开着大块头的运输车来调运。等我取了书下楼，看到2个环卫师傅围着我的车在议论。我走近一看，大灯摇摇欲坠，车头被运输车的吊斗甩偏了。环卫师傅一个劲儿向我道歉：“不好意思，没看清，以为是个垃圾箱，就一吊斗甩过去了。”从这件事上可以发现，人们对女司机的偏见多么显而易见。偏见会遮掩真相，让我们陷入主观意识的惯性思维，不问是什么、为什么，等不及了解实情，就先入为主地按照自己的经验给对方一个笼统的定性。比如，人们看到白人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好孩子真的不是管出来的。管是为了不管，让孩子学会自己管自己。孩子从一生下来，吃喝拉撒什么的都离不开父母照管。也许是事无巨细的管习惯了，有些父母到了该放手的时候都不肯放手，什么都管，无论孩子做什么都不放心。林格伦说过，儿童需要指导，这是真的，但是如果他们无时不刻和处处事事都在管教和指导下，是不大可能学会自制和自我指导的。作为父母，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教是为了不教，管是为了不管。我们教孩子吃饭、洗脸，是为了能让孩子学会独立。同样，很多事情包括学习，我们管孩子，最终是为了让他们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意大利教育家蒙特梭利曾经说过，教育首先是要引导孩子沿着独立的道路前进。曾经有一个妈妈说，你摊上了好孩子，才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家孩子你带2天试试，为了做作业，我们家天天闹得鸡飞狗跳。我相信这样的孩子让谁带也没招。孩子从一生下来就应该开始教育了，他的安全感、自制力、专注力都在上学前已经开始培养了。李玫瑾教授曾经说过，教育孩子最大的问题是该管的时候不管，不该管的时候开始管。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陆米仓里的修鞋匠。一对中年夫妻在北京的陆米仓胡同里修了20年鞋，儿子初中就回老家上寄宿学校，周6日回家自己洗衣服、做饭照顾自己，考上复旦大学医学系，硕博连读8年。修鞋匠夫妇看似平庸，但他们踏实，吃苦耐劳的品质。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2个每晚8点，聆听读者。各位听友们，读者原创专栏现已全新上线，关注读者首页即可收听。
今晚读者君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水晶。古人有云，福祸无门，为人所照。很多时候，福报看似虚无缥缈，难以预料，实则有迹可循。走至人生半坡，岁月的积累开始显现，同龄人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开。有人事业顺遂，家庭和美，生活富足；有人一败涂地，家庭不睦，生活窘迫。世间万物皆有回音，所谓好运福泽，不过是种善因，得善果。中年以后，那些有福报的人，往往都在做这3件事。善待父母。在书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张飞是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婚后夫妻俩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父亲身体不好，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次次都是张飞亲自照料。有段时间公司要拓展业务，张飞是开拓销售渠道的骨干，每天在公司开会加班，忙得晕头转向。可就在这时，父亲病危，妻子又出差在外，张飞每天都是医院和公司两头跑。父亲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张飞就坐在病床前陪他说话，工作再忙也坚持每天为父亲洗脸、洗脚、按摩身体。但人毕竟不是铁打的，张飞因为两头奔波，精力不济，导致在见客户时弄丢了一份非常关键的文件，而没有签约成功。总经理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在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张飞，还让他停职。张飞的同事兼好友向总经理讲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总经理很钦佩张飞孝养父母的行为，觉得他是个有担当、值得信赖的人。他对张飞说：“你先好好休个假，照顾好你父亲，等你家里的事安排好再回来，位置还给你留着。俗话说得好，千里去烧香，不如在家时爹娘。”父母生病时的照顾陪伴，寂寞时的关怀慰藉，比得过万千祷告祈愿。年少时，我们总仗着父母的慈爱与忍让，对他们疾言厉色，肆无忌惮。同一件事情，意见不一时，就认定是父母思想老旧，嘲笑他们无知；同一个问题，父母多问几遍，就心烦意躁，嫌弃他们啰嗦。年岁渐长才明白，父母才是最大的依靠与后盾。孝养父母看似简单，但其中蕴含着我们的未来。正如上书中所言，孝养父母，福满门前。懂得善待父母的人，永远都不会被命运亏待。常怀孝顺之心，常思养育之恩，福报才会越积越多，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顺。体贴伴侣，奥斯瓦尔德说，善待你的枕边人，才是幸福人生的精髓。你对待伴侣的态度，往往决定了你生活的温度。董倩和王世林同是央视主持人，但工作性质不同，常常10天半月都见不到面。但他们懂得互相体谅包容，以真心维系自己的小家庭。董倩要出差，王世林就在一旁嘱咐他要带好东西，在外要注意安全。王世林要加班，董倩也会炖好汤，送到公司给王世林当宵夜。2015年，董倩因在采访一位消防员时言辞过于犀利，一时陷入舆论风波，网友们纷纷对她口诛笔伐，甚至让她滚出主持界。面对外界的指责与质疑，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常对着网络上的负面言论独自落泪。王世林心疼妻子，对妻子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或许在很多人眼里你的主持风格确实过于犀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采访中，你也是一针见血，说出了重点。每天回家时，他会买一束鲜花送给妻子，希望缓解妻子抑郁的心情。一有时间，他就会下厨做些妻子爱吃的饭菜，或带妻子外出散心。在丈夫的陪伴下，董倩重拾信心，回到了工作岗位，并做出了不菲的成绩，得到了大众的重新认可。现在已过天命之年的他们，感情依然甜蜜如初，幸福美满。杨绛先生说，一个好的伴侣真的可以减轻一半的人间疾苦。人到中年，你会发现生活里扑面而来的都是压力，幼小的子女要抚养，渐老的父母要赡养，工作的瓶颈要突破。但无论世事多困顿，只要有人深情陪伴，就没有冲破不了的黑暗。风雨侵袭，一起撑伞；惊涛骇浪，一起划桨。历经岁月波澜，方才懂得，一个人最大的福气是有伴侣的休戚与共。教好子女，有句话说，家道兴旺在子孙，子孙成才靠教育。教好子女是一个家庭最好的投资，帮助孩子成功，就是在为家庭积攒福气。赵锡成的家庭被称为美国华人第一家庭，6个子女全都毕业于常春藤学校。他在孩子们的教育上坚持爱而不骄，从难从严。别人都是富养女儿，但他不同，他认为对女孩子来说，独立自强更重要。他要求孩子们从小自己洗衣服、打扫卫生、修剪花园，独立上学。赵小兰读小学时，因小区停电，想偷懒第2天再写作业，但赵锡成坚持当天是当天毕。他点上蜡烛，
陪着孩子一起完成作业。第二天，赵小兰成了全班唯一一个完成作业的人。赵小兰刚到美国时听不懂英语，只好把老师的板书抄在笔记本上带回家。那时赵西成一天打3份工，但不论身体多疲惫，回家后坚持为女儿翻译当天的课程，讲解笔记。赵小兰说要当美国总统，被人嘲笑时，赵西成鼓励她勇敢追梦。赵西成对她说：“你总统是当不上的，因为你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可是你有希望当部长，每个人都可以做得更好，一步一步来，你就可以达到最高那一层。”最后，他也一步一步遵从父亲的教诲，成为了首位亚裔白宫学者。面对采访时，他说：“我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离不开父亲从小对我的教育。听过一句话，教子有方加兴旺，教子无方加败光。中年以后，事业在发达，成就在辉煌，都不及把孩子教好来的有意义。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追逐事业而疏于陪伴，为了拼命赚钱而缺乏关心。殊不知，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不可逆的，错过的陪伴和教导，再多的钱财也无法弥补。其实，孩子的成功才是父母最大的资产，是家庭兴旺发达最好的保障。人生下半场，不妨多些关怀与陪伴，少些敷衍与指责，教好子女，家庭才能兴旺繁盛。林语堂说：“福气不是自外而来的，而是自内而生的。中年人的生活里，从来没有突如其来的好运，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修行。善待父母，呵护陪伴，才能让内心无愧无憾；体贴伴侣，相互支持，才能让日子活色生香；教好子女，孕乳于行，才能使家族兴旺长盛。生活不会一帆风顺，但命运一定会眷顾那些努力为自己修福的人。往后余生，愿你我端正自己的言行，种好自己的福田，在成长的路上收获满满的福气。”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看这一点就知道了。俗话说啊，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估计很多人啊都认为这里的恶语指的是那些说话人怀揣恶意，故意说出来伤害别人的话。事实呢，可能恰恰相反。大部分能伤害到我们的恶语，往往来自于亲近之人，大概就是爱我的人伤我更深。相信不少人啊对此深有体会。那走在街上，一个路人对你口出恶言时，你会心情不好，但回过神来，你会觉得那个人是神经病。但同样的话，如果出自朋友、爱人、亲人时，你会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好，会内疚，会自责。这就是语言暴力带来的伤害。我们可能不觉得自己的说话方式存在暴力，或许还会委屈我明明是为你好啊。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不经意间说出的话，确实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在非暴力沟通中呢，马歇尔博士认为常见的语言暴力有4种。第一种呢是道德评判。父母责备子女：“你是姐姐，为什么不让着弟弟啊？他还小。”老师批评班长：“你是班干部，不能光一个人成绩好，你得帮助其他同学，做人不能太自私了。”这类语言暴力呢，往往是披着道德高尚的外衣，以貌似客观的语言表达来达到自己主观的目的。第二种呢是进行比较。这种语言暴力应该是所有人的童年噩梦。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再看看你。前段时间看到一句话，说一辈子都要和别人去比较，是人生悲剧的源头，深以为然。被讨厌的勇气当中呢也说，父母经常这样表达，会让孩子误以为自己的价值就是被认可，会有深深的自卑感。长大以后呢，也可能一直活在寻求被人认可当中。第三种呢，就是回避责任。每个人都负有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责任，但为了逃避这种责任有些人选择了不得不的说话方式。身体亚健康是因为老板强令加班，我不得不。事实却是我选择了加班，因为不想失去工作，于是身体亚健康。但是人们不乐意这样说，因为一旦这样说了，就意味着自己对身体健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语言暴力呢，
往往阻碍说话人自己的幸福。他会把自己的不幸福归结于外部的因素，然后继续不改变。第4种呢是强人所难，到了一定年龄了父母上阵催婚，说今年必须找到对象，不然就别回家了。明明是一片全爱心但是落到了儿女的这个耳朵里就是强人所难了，沟通自然进行不下去了，常见的就是升级为吵架、冷淡。在书里呢，马歇尔博士称以上这4类语言暴力为异化的沟通方式。异化的沟通方式呢，直白点就是我们常说的不会好好说话，明明想表达自己的一片好心，但是说出口就变成了恶意。而马歇尔博士所倡导的非暴力沟通，带给人的完全是另一种感受。首先，马歇尔博士认为异化的沟通方式的基础是性恶论，因此长期以来大家都信奉通过教育来控制天性，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蒙蔽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爱。而非暴力沟通则主张人要向内探求，通过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来进行更良好的一个沟通。非暴力沟通的谈话方式呢，包含了4个要素。首先是观察，在沟通过程中忽略个人喜好，真诚地仔细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清楚地说出观察的结果，不要做好或坏、糟糕或愚蠢之类的主观性判断。一方面，如果将观察和评论论为一谈，听者呢会更倾向于听到批评，然后反驳。举一个很日常的案例父母常会说：“你怎么又没有刷牙？”孩子如果听到了，不会想到父母这是关心自己，而是责备自己懒惰，急了就会辩解。但换成观察的说法，应该是：“儿子，你本周有2次没刷牙就上床睡觉了。”另一方面，在没搞清楚事情的这个真实的情况之前你就有了一定的心理预期，那么在接下来的沟通当中呢，肯定会不自觉地带入这样的情绪。比如这领导找你谈话，这本来是一件中性的事情，但一部分人呢，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会想：我是哪没做好吗？如果带有这样的主观感受那么在与领导的沟通当中你会不自觉地去反驳，而不是关注对话本身。领导的本意可能只是想听听你的想法，但心理预期让你进入到了防御状态。接着是表达感受，比如说害怕、喜悦、开心、气愤等等。人们常常期待旁人能够与自己心意相通，但事实是没有人能与另一个人感同身受。因此，清晰地向别人表达你的感受是沟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书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妻子抱怨自己的丈夫就像一堵墙，不管他说啥，丈夫都是无动于衷。然后咨询师就告诉他：“你跟你丈夫说，我觉得我嫁给了一堵墙。”每晚8点，聆听读者。各位听友们，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真正厉害的人从不诉苦。解忧杂货铺里说，正因为我活着，才有机会感受到痛楚。没有人能一生无忧，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感受来自生活的苦楚。只是生活中有些人习惯诉苦，常常抱怨命运馈赠的不多，而有些人默默自愈，渐渐活成了生活的强者。往往越是厉害的人，越是学会了有苦不诉。毕竟成年人的世界无人不苦，与其忙着抱怨，不如静心赶走。你的苦不必逢人就说。我们常说一吐为快，似乎那些难以解决，常常是你不畅快的事情，只要找人诉诉苦，就能得到他人的理解，获得暂时的轻松。但正如深海里的星星里说，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针不刺在别人身上，他们就不知道有多痛。很遗憾，你的苦于他人而言往往不疼不痒。其实揭伤疤，疼的永远只有自己，吐苦水也只是一时轻松。妻子的浪漫旅行3里，唐一菲聊起因为与丈夫的婚姻，自己承受了许多指责。她说她与丈夫决定结婚时，丈夫还在犹豫不决。后来她赌气花了260块钱买了婚纱，
在节目里，唐一菲谈起10年前的这种委屈，忍不住泪眼婆娑。随后，他又在自己的微博里连发6条博文，解释和诉说自己当年的苦楚。为了一吐为快，唐一菲甚至在粉丝群里发了6万元红包，来感谢大家对她的理解和支持。然而，这样的言行却遭到了更多网友的质疑。有人说她是在博眼球，有人说她花钱买粉，有人说她做事太过了。唐一菲就是重提，大概是想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尊重。然而，事实上却遭到了更多的质疑和误解。生活中的许多委屈，其实是想的越多，反而越觉得苦；说的越多，越觉得难熬。你的倾诉往往换不来他人的理解，只是感动自己而已。所以，何必逢人诉苦，何必到处显露伤疤呢？周密在《魁星杂史》里写道：“不善操舟者，而误河之曲。”意思是说，不是河水太弯曲，而是你不善挡船。上天不会厚待谁，也不会薄待谁。你常常觉得生活苦，或许是因为你活得不够强大。生活变好，从不抱怨开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林清玄说：“常想一二，不思八九。”若是一遇到不顺心就萎靡抱怨，一遇到不如意就心灰诉苦，那消极的情绪只会磨灭你生活的意志。生活变好，通常是从不抱怨、不诉苦开始的。有一位叫塞尔玛的女子，陪同丈夫驻扎在一个沙漠陆军基地里。沙漠里炎热难熬，环境艰苦。塞尔玛人生地不熟，又与当地的语言不通，她时常抱怨这里的生活。塞尔玛给父母写信时，也忍不住诉苦。然而父母给她的回信是这样3行字：2个人从牢房的铁窗望出去，一个人看到了泥土，一个人看到了星星。后来塞尔玛听从了父母的建议，不再抱怨，而是开始主动改变自己，学习当地的语言，和身边的人交朋友，研究沙漠里的植物，欣赏沙漠里的景色。就这样，塞尔玛走出了苦闷。2年后，她将自己的生活写成了一本书，叫《快乐的城堡》。让你痛苦的事，常常也是能成就你的事。若是深陷苦闷，自怨自艾，你的生活只会越过越糟。若是调整心态，奋勇向前，就能遇见更强大的自己。正如作家刘同说：“抱怨身处黑暗，不如提灯前行。”央视纪录片《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里，马克思在13岁时被相依为命的母亲抛弃，他从此开始孤单的生活。但马克思从不抱怨，他热爱舞蹈，也热爱生活。提起自己不幸的经历，马克思说他不会再去抱怨母亲的抛弃，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原地踏步，要一直向前走。马克思说，他现在虽然没有非常幸福，但他离幸福近了。有时候生活是充满艰辛的，而学会自律是成年的必修课。你只有努力摆脱泥泞，才能重建生活。做好自己，一切自有安排。电影《飞越疯人院》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你们一直抱怨这个地方，却没有勇气走出这里。”很多人抱怨悲苦的境遇，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去正视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生活。真正使人感到无能力和痛苦的，常常是自己的无能。当一个人不再找借口抱怨，不再找理由倾诉，而是努力寻找使自己变强大、生活变美好的方式，那生活必然会多回馈他一些称心如意。漫画家陆明山在纪录片《绽放》里提起自己高中时期的一段经历。高2时，他遭遇校园暴力，被学校的女生孤立，就连寝室的女生也不同他一起吃饭。这种孤立无助的状况使他的生活濒临崩溃。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忍着泪水说，那时候也很少向人提及此事，更不诉苦抱怨。当时的他选择用画画的方式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他把自己想说的话都画在画纸上，就这样越画越多，越画越好。陆明山说，画画就是他的治愈与呐喊。后来他一直没有放弃画画，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研究生学医的3年里，他业余画画一连出了3本漫画书。毕业后，他决定放弃本职工作，
潜心于画画，成为了一名知名的插画师。约翰·肖尔斯在许愿树里说：“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化解心中苦闷的最佳方式，从来不是向人倾诉，而是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抱怨和诉苦有多容易，改变和强大就有多难。当你用抱怨来逃离生活的难题时，总有人自行疗愈，静默前行，专注于过好自己的生活，才能真正成全自己。真正厉害的人从不诉苦。西方的目录里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你选择怎样面对生活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决定了你生活的走向。烦恼往往是自己给的，爱抱怨的人日子多忧，爱诉苦的人生活常苦。没有哪一种收获是轻而易举的。人生往往是有所求就要谋求，不认命就得拼命。懦弱的人才会选择一味抱怨，强大的人早就学会了自行疗愈。人生虽艰，愿你勇敢无畏。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真正厉害的人从不诉苦。解忧杂货铺里说，正因为我活着，才有机会感受到痛楚。没有人能一生无忧，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感受来自生活的苦楚。只是生活中有些人习惯诉苦，常常抱怨命运馈赠的不多，而有些人默默自愈，渐渐活成了生活的强者。往往越是厉害的人，越是学会了有苦不诉。毕竟成年人的世界无人不苦，与其忙着抱怨，不如静心赶走。每晚8点，聆听读者。各位听友们，读者原创专栏现已全新上线，关注读者。为一堵墙，或者呢是用其他模糊不清的表达，那么你的丈夫永远不明白你想要什么。如果你要觉得孤单了、难过了，那此生有每晚8点，别人的话。关注读者首页即可收听。今晚读者君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香橙。最高明的处事方式。生活中，我们往往喜欢在别人面前展现自己，殊不知隐藏和控制自己的表达欲才是人生真正的智慧。正所谓高山不语，静水流深，智者无言，心有日月。人生在世，关注读者首页即可收听。今晚读者君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香橙。最高明的处事方式。生活中，我们往往喜欢在别人面前展现自己，殊不知隐藏和控制自己的表达欲才是人生真正的智慧。正所谓高山不语，静水流深，智者无言，心有日月。人生在世，炫耀是本能，藏拙是本领。一个人最高明的处事方式，便是藏好本事，藏好心事，葬好往事。
藏好本事。菜根谭里有句话：君子之才华，欲温诸藏。愚蠢的人总以强示人，标榜自己，到头来只会给自己招来麻烦。懂得藏锋守拙，收敛自己，才是处事最高明的智慧。在综艺节目令人心动的 offer 中，斯坦福毕业的高材生王骁，虽然学历过硬，也通过了司法考试，但与别人相处得很不融洽。他与队友说话时，常常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有一次，王骁犯了司法常识的错误，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他却嘲讽对方：可能我们不是一个法学院的。骄傲自大，不将别人放在眼里，几圈下来，王骁就被 HR 高管约谈了。你的学历非常好，但这只是你的一个敲门砖，日后能留下来，必须得踏踏实实做业务。你做事比较浮夸，这是命中要害的。王骁听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虚心接受了高管的意见。狂妄自大，只会作茧自缚，心存敬畏，方能行稳致远。三国时期，荀攸是曹操身边的得力军师，他是一个有着大智慧、大格局的人。曹操征讨吕布时，荀攸提出决议，泗之水，咽下批成的计策，最终才生起了吕布。官渡之战中，荀攸向曹操献计声东击西，解救白马，又派徐晃火烧袁绍的物资，最终以弱胜强，打败袁绍。虽然妙计百出，屡立战功，但荀攸从不骄傲自大。曹操称赞他攻打外于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炫耀自己的长处，不夸大自己的功劳。他的内智别人可以达到，他的外语别人却达不到。荀攸去世后，曹操每每提起他，还会落泪。世间诸事都在证明一个道理：锋芒毕露者难迎，克己让人者易得。听过一句话：天不言自高，得不言自厚，以万物为参照，可洞观一己之不足。真正优秀的人不会整日夸夸其谈，卖弄自己的小聪明，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从不会虚张声势，而是竭尽全力去做好每一件事。韬光养晦，低调做人，才能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藏好心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带着满腔心事想找人好好倾诉一番时，结果换来的只是对方轻描淡写的几句安慰。后来才明白，人与人之间是没有感同身受的。所谓的感同身受，只不过是隔岸观火。所以，与其将自己的遭遇讲给别人听，不如藏好心事，默默沉淀。知乎网友铁男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铁男所在的地产公司倒闭，突遭失业的他，怕家人担心，所以每天仍跟往常一样按时上下班。铁男在网上投了好几份简历，但都石沉大海。他不愿向同学和朋友求助，便只能一边找工作，一边靠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勉强维持生活。有一天，铁男参加了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他怕扫了大家的兴致，所以关于工作的话一句也没有提。不久后，铁男开始摆地摊，在学校门口卖烤肠、冰粉、鱿鱼、烤冷面、酸奶，一天下来虽然很辛苦，但也能赚个1800。后来，当他有了启动资金后，便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小吃店，生意做得蒸蒸日上。所谓成长，不过是一个按下静音键的过程。哪怕在工作中受尽委屈，也要把哭声调成静音；哪怕生活再苦再难，也要独自熬过那些心酸与无奈。作家李尚龙初到北京打拼时，和很多北漂一样茫然无助，周围大多是失落者，惆怅像病毒一样侵袭着大家。但李尚龙有个朋友，从来不把自己的悲喜说给别人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喜悦可能会刺激到别人的伤痛，自己的伤心可能会淹没别人的欢喜。他喜欢摄影，就攒钱给自己买了台摄像机，没事就走街串巷拍风景。后来，这位朋友凭借一幅摄影作品赢得了30万奖金，并用这些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网上有一段很火的话：小孩子才会到处诉苦，成年人得学会自己扛。
生活是自己过出来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要知道，每个人的悲喜并不相通，除了自度，别无他法。藏好往事，作家12在《不畏将来，不念过去》中写道：你留存的记忆越多，就意味着未来可以伤你的越多。你留存的记忆越细致，越是容易铸造出一个思维的牢笼，困于其中，越陷越深。人之所以有烦恼，是因为对往事看不开，想不透。如果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听博主博刚分享过一段经历，百刚当年和他的朋友开了一家小房地产公司，经过数年摸爬滚打，终于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但有次公司出现财务危机，朋友却带着公司的大批客户跳槽到了其他公司，这对本就寸步难行的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那段时间，百刚四处求人，请客送礼，好话说尽，才最终扭转乾坤，解救了公司。后来，在一个项目讨论会上，博刚又遇到了那位朋友，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们还能在一起谈笑风生。百刚说，实际上他很想给对方一个巴掌，后来却忍住了。以前的恩恩怨怨，若是反复拉扯，只会让自己羁绊得更深，让局面变得更加难看。生活中，无论是遭人背叛，还是被人诽谤，都会让我们心生怨恨。但脚下的路还要继续走下去，我们不能带着往事的枷锁前行。就像《活好》一书中说的，没有宽容、谅解之心，会让自己深陷负面情绪，身心疲惫，甚至心力交瘁。反之，如果能够宽恕别人，则会让自己生活得更轻松愉悦。很多时候，往事不究，原谅别人，才能放过自己，找到幸福的开关。米兰·昆德拉说，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步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选择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能看出一个人格局的大小。藏住本事，不显山水，才能稳中求进；藏住心事，言有所指，才能一路成长；藏住往事，不困于心，才能轻装上阵。余生，愿世事千帆过，你我内心丰盈，进退有尺，行之有度。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天才少年放弃高薪助力华为，养育子女，一定要教会他这2个字。华为招进几名天才少年，最高年薪201万，一时激起千层浪，网上顿时众议纷纷。更多人质疑，这么高年薪值吗？最高年薪获得者张继对记者说，曾经有企业给他开出300万甚至更高的年薪，他放弃了，选择了华为。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把所学所用在华为最困难的时候发挥出来，尽力帮助华为度过一些难关。小窗幽记里有句话，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一则大学毕业生
下考古专业。钟方荣知道自己高考分数之后，仅用几分钟就做出了决定。他的父母也表示尊重他的选择。在对高考状元的采访中，几乎所有的状元爸妈都主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一名清华学霸说，是爸妈的尊重与放手，让他学会了遇事不逃，主动思考，给孩子讲清利弊，让他自己去选择，孩子才会产生责任感，为自己的选择努力付出，承担后果，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不久前，宁波一小区内，一张贴在电梯里的检讨书刷爆了业主群。原来，一名8岁的男孩乘坐电梯时贪玩，将所有楼层按了个遍。正值早高峰，大家出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妈妈发现后，引导他认识错误，还坚持让他写了封检讨书，贴在电梯里，向所有的住户道歉。马云说过，不要推卸责任，一旦推卸了责任，就会失去成长的机会。犯了错，勇敢面对，积极改正，提高抗挫力，强大自己的内心，让孩子有成就感。聪明的父母会适时示弱，让孩子帮自己完成事情，或者给孩子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任务，让他独立去完成，然后给予适当的肯定和鼓励。孩子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成就感满满，就会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多更好。让每个孩子心里有责任，肩上有担当，认认真真走好每一步，真正赢得自己的人生。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是：感知婚姻中的幸福是一种能力。近年来，离婚率的逐年提升，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调查发现，很多夫妻离婚的原因，除了家暴、出轨等原则性问题之外，更多人是觉得婚姻麻木、无趣，而选择了对婚姻的逃避。然而，也有一些夫妻同样经历着柴米油盐，同样经历着磕磕碰碰，却依然把平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幸福满满。因为婚姻中能够感受幸福是一种能力。幸福感是可以自己创造的。温州一对农民夫妇范德多和彭小英跳夜步舞的视频刷爆了网络。他们的舞台在田间，在院子里，他们的动作灵感来自对日常生活的模仿。老太太梳头、拉风箱、赶鸭子。后来，他们的孩子也加入了他们夜步舞的行列，干活累了跳一会儿，在家里闲着跳一会儿，一家子随着朴实又有趣的舞步，将开心快乐洋溢在脸上。这种快乐也感染了成千上万的网友。然而，他们跳舞的初衷却是为了治愈丈夫范德多的抑郁症。原来，丈夫曾经出了车祸，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每天都是郁郁寡欢，对日常饭都提不起兴趣。妻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偶然间，妻子接触到了夜步舞，觉得非常有趣，便拉着丈夫跟着一起跳。在妻子彭小英的鼓励之下，丈夫范德多从开始的抵触到逐渐尝试，再到后来的越来越喜欢跳舞。随着跳舞，他的抑郁症状也越来越轻，心情越来越好，整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得到了好转，一家人也越来越快乐。康辉在抖音主播说联播中对这对夫妻评价说：“看着他们的舞蹈，我想过日子少不了风风雨雨，可还是要快乐起舞。我们需要这样的态度。”是的，每一对婚姻都会经历各种磕磕碰碰，但是一颗追求幸福的心，会让这段婚姻在平淡甚至挫折中找到新的活力。
适先生提出了婚姻中男人的3从4德，即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不仅仪表堂堂，而且学识渊博。作为北大教授，是多少女性的心仪对象。而他的妻子江冬秀是一个笑貌平平且没有文化的小脚女人。这对在别人看来并不对等的婚姻，就在2个人的相互尊重和包容中过得有滋有味。胡适并没有小看妻子，而是鼓励她识字奉教，并且大方地介绍妻子给自己的同僚认识，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胡适能够体会妻子的不易，感恩妻子，听从妻子的意见。而妻子江冬秀也非常识大体，性格爽朗，落落大方。虽为乡下女子，却也成为了胡适的贤内助，并且在胡适出任美国大使之前，规劝他专注学术，不要只想做官。这样识大体的女子也深得胡适的赏识。这段婚姻在2个人的相互搀扶和努力中越来越和谐。连张爱玲也不禁羡慕地评价这段婚姻说，他们是旧式婚姻中罕有的幸福的例子。前段时间的热播剧《隐秘的角落》里，主人公张东升做出了一系列伤害家人的举动。而反过来看张东升本人的经历，他曾经也是学霸级的人，他与妻子是大学同学，修成正果。为了爱情，他来到妻子的小城市，做着收入非常一般的代课老师的工作。妻子和岳父岳母时常冷嘲热讽，在这样的一个家里，他感觉不到一点点被尊重。加上他事业无成，身体状况不好，让他感到自卑，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无论是新式婚姻还是旧式婚姻，有能力感受婚姻幸福的夫妻，都离不开2个人的相互尊重。很多人在婚姻中慢慢对对方越来越没有耐心，甚至对对方造成伤害。殊不知，婚姻中最好的关系就是彼此尊重，才能够更加幸福。感知幸福离不开对婚姻的乐观态度。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在一个同学聚会上，很多人纷纷吐槽自己的老公多么不体贴，吐槽孩子不听话，吐槽公司领导剥削。这个时候，一位女同学并没有加入吐槽的行列，而是不停地分发自家种的水果让大家尝尝。另一位同学就问她，你也不容易啊，老公刚出了交通事故，现在不能工作，你一个人又要打工挣钱养家，还要照顾老公和孩子，难吗？别人都向她投来同情的目光，而这位同学呢，笑了笑，一边继续给大家发水果，一边说，困难是困难了些，不过孩子的爸爸呢，他身体的情况越来越好了，再坚持一段时间就能自己下床走动了。孩子也特别听话，能帮我干一些简单的活。你看家里边这水果都长得这么好，谁家里不会遇到点事儿呢，对吧？想开点，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的。在场的同学都被他的话感动了。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都比这位女同学好，然而他们却总爱抱怨，总感觉对很多事情都不满意，感觉不到自己婚姻的幸福。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可以让自己更好地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可以把别人看来辛苦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甜，可以感染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在婚姻中感受属于自己的幸福。用心感受，你拥有的就是最好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中，徐峥扮演的徐朗每天最怕回家，从他进入电梯开始就知道发生什么。妻子正在做着基本不变的炸酱面，看着无聊的电视剧，吃饭的时候不注重形象，每天穿着同一件毛衣。就是因为这些琐事，他提出离婚，然后用一部神奇的手机兜兜转转地认识了许多不同的女性，却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在一起。当他终于想起妻子的好，回头再找妻子的时候，发现妻子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那个人欣赏他，喜欢他做的炸酱面。当徐朗看着幸福的2个人，选择暗暗祝福，独自离开。有人说，幸福的反面不是不幸，而是麻木。
深以为然。很多人啊，总觉得别人的生活更好，别人的婚姻更幸福。当生活渐渐冲刷掉了曾经的美好，当两个人从恋人变成爱人，从爱情走向亲情，很多人感受不到自己婚姻的幸福，剩下的只有麻木。殊不知，你目前所拥有的，可能就是让别人羡慕的幸福婚姻。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的生活，其实很多幸福就在身边。幸福是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幸福是在忙碌的工作后，两个人牵手去小餐馆吃一顿温馨的晚餐。幸福是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信任和关心。幸福是每天与你说不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婚姻中幸福的秘诀就是保留对幸福的感知能力。关注读者，感恩遇见。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是《感知婚姻中》。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毁掉一个人有多简单，只需要一件事就足够了。在19世纪末，美国康奈尔大学在实验室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把一只青蛙放在热水锅中，青蛙出人意料地一跃而出，逃离险境。然后又把同一只青蛙放在逐渐加热的温水锅中，这次它感到安逸舒适，并没有跳出水锅。最后它失去知觉，葬身锅底。这就是温水煮青蛙的实验。故事告诉我们，别让自己安于现状，温暖舒服的环境会磨灭我们的意志，最终会像温水的青蛙一样，早早被现实生活煮熟，毫无还手之力。安于现状会阻碍我们变好。曾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充满幻想的年轻人，靠在一块石头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这时，从远处走来一位老人，他问年轻人在做什么。年轻人说：“我在这等时机。”老人问：“时机是什么？你知道吗？”年轻人看了一眼老人，兴奋地说：“不知道，不过听说时机是个神奇的东西，它只要来到你身边，那么你就会走运。”老人叹了一声气，说道：“你连时机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是跟我走吧，让我带你去做几件有益的事情。”说完，就要拉他一起走。可年轻人非但不领情，还不耐烦地轰老人走，老人只好无奈地走开了。而最后，那个年轻人虚度了光阴，也始终没有等来他的好运。爱迪生说：“坐在舒适软垫上的人容易睡去。”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渴望拥有好的身材，却不愿意管住嘴、迈开腿；渴望取得好的成绩，却忍受不了枯燥无味的书本知识；渴望得到晋升，却不愿付出努力提升自己。其实，阻碍我们的不是外部条件，而是一种安于现状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我们相信机会是可以等来的，成功也不需要努力，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殊不知，人生的很多机遇就这样悄悄溜走，我们依旧一事无成。安于现状的人都在走下坡路。在知乎上曾看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那种只喜欢安于现状的人？获得高赞回答的只有2个字：舒服。曾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约翰曾是一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在未成为 CEO 之前，他工作十分卖命，积累了不少经验，而且培养了一技之长。老板看他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很是欣赏，那一年就提拔他为策划部经理，第2年他就被提拔为首席执行官。坐上高位后，拿着丰厚的酬劳，开着公司专配的豪车，住着公司提供的豪宅，约翰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感。然而，他的工作热情却一落千丈。他觉得工作和生活没有了目标，一时间也失去了深造自己的动力。他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了享乐上。有一次，一位挚友问他还有什么追求时，他说：“我应该满足了。”约翰在 CEO 位置上做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却再也没有干出什么辉煌的业绩。
那位挚友又好心提醒他，你应该上进一点，不惊坏自己又没有业绩，很危险。约翰竟然说，我是公司的功臣，公司离不开我，就这样得过且过吧。就这样，约翰又浑浑噩噩过了一段时间。当一位年轻人超过了他之前独有的能力时，他就被辞退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但经验告诉我们，舒适的环境往往是一个陷阱，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毁掉一个人。就如作家路遥所说，人是有惰性属性的动物，一旦过度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更削弱了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一个小男孩与爸爸看马戏表演后，路过一群大象旁时，小男孩注意到一个令他感到疑惑的细节，他就仰头问着爸爸：“大象的力气那么大，为什么他们的脚上只系着这么短的一条铁链？这些人不怕他们挣脱铁链逃跑吗？”爸爸摸摸儿子的头，笑着回答：“没错，这些工作人员根本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在大象们很小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已经用这么小的铁链捆绑着他们了。小象起初也想挣脱这些铁链，但是那时候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试过几次后，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无法与这只小铁链抗衡，便不再尝试了。即便是他们长大了，力气也大得多了，他们仍然不会去尝试改变。大象这样，人亦是如此，也得适应当前的舒适区域，满足当下的拥有，就会不求进取，毫无上进心，甚至还会打趣说，这叫知足常乐。安于现状的人往往更容易被淘汰。安于现状表面是停滞不前，实质是后退，在走下坡路。走出舒适区，培养成长型思维。看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如同战场，与你作战的每晚8点，聆听读者。欢迎收听读者原创专栏。今晚我们为您分享的文章：自控力才是一个人的顶级魅力。杨迪那条30岁的年龄、50岁的眼睛的微博，引众网友唏嘘不已。杨迪因为左眼明显肿起来，就去医院检查，然而医生给出的检查结果却吓坏杨迪和妈妈。医生说，他的睑板腺腺体都已经萎缩消失了，左眼的情况还要严重，他的形态就如一个50岁的人的眼睛。另一个医生检查时发现，他眼睛里的肿块破裂了，肉芽组织、囊壁组织都窜了出来，残留物会反复感染复发，最好的方法就是手术。杨迪问能否通过自身调理进行保守治疗时，被医生一口否决，不可能。然而最为担心杨迪的是陪在一旁的妈妈。听到医生的回答后，杨妈妈脸上写满了不安和紧张，整个心都揪了起来，还心疼地责备杨迪，电脑手机每天不离手。英国《每日邮报》曾指出，手机对人的危害不仅局限于上瘾性行为，对身体上的伤害才是最大的隐患。长期使用电脑和手机会对身体形成一种慢性刺激，轻者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重者则会失明。就像杨迪的这种情况，就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小说《探险手札》中有句话说明了问题的根源：一个不能让自己保持健康的人，往往意味着自制力不足。一个自制力不足的人，在工作或者其他方面也容易出状况。深以为然，因为能控制好自己的人，才能控制好自己的健康和人生。毫无节制的人生有多可怕？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很困了，还是舍不得放下手机，去刷剧、刷抖音，不到3更半夜就不想睡，口口声声说要减肥，碰到奶茶、烧烤、炸鸡，却又忍不住大快朵颐。身体已经出现状况，却还是烟不离手，酒不离口。你以为活得快乐潇洒，尽享人生的畅快，殊不知这些垃圾快乐终有一天会迫害你的身体，损坏你的健康。你所谓的人生快乐早已被你提前预知，剩下的便是病魔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这新闻让人感到纵欲的可怕。杭州一家医院接连救治了3位90后癌症患者，25岁的小伙肝癌晚期，22岁的姑娘确诊胃癌，29岁的年轻妈妈确诊黑色素瘤。
这一个个风华正茂的年轻熟女，却因为长期熬夜、贴外卖、缺乏运动等等，不得不忍受病痛的折磨。还有上海一位18岁的女孩，突然昏迷不醒，被送到 ICU 抢救。入院后，她的各项指标都不正常，甚至有的指标还到了危急状态。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女孩视奶茶如命，每天要花100多元点外卖奶茶、可乐等甜饮，炸鸡和披萨也是女孩的长期爱好。总以为年轻是可以肆意挥霍的资本，谁料疾病早已盯上了这也毫无克制的人。心理学著作《暗示与自我暗示》中有句话：自制力就意味着健康。没有自制力的人，他无法摆脱欲望和诱惑的纠缠，从而陷入自我麻痹的深渊，无法自拔，最终毁了身体，也毁了人生。而那些自控力强大的人，都有清晰的认知，有长远的目标，更有顽强的毅力。在面对外界的诱惑和干扰时，他们常常不为所动。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掌控好自己的人生。自控力是身体的一场内战。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凯利·麦格尼格尔曾提出，人的大脑有2个自我，一个是任意妄为、及时行乐的自我，另一个是克服冲动、深谋远虑的自我。意志力驾驭于2个自我的3种力量是：我要做，我不要，我想要。当有外界的各种因素来刺激人的大脑时，身体就会释放出2个自我，一个自我是我要做，另一个自我是我不要。最关键的是，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2个自我为了各自的立场不断拉扯时，就会出现一方击败另一方的结局。自控力的强弱最终决定我想要的结果。朋友有个表妹，从小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空姐。前段时间，她和一个同学去报考了空姐考试，经过第1轮的选拔，她就被淘汰了。原因是她身材微胖，没有达到空姐的体重标准。而他的同学凭借着姣好的面容、紧致的身材、优雅的谈吐、自信的微笑，成功入围。朋友的表妹虽然心里无比向往空姐的职业，但是对自己身材上的控制依然不严格。办好的健身卡3天打鱼2天晒网，说好的控制甜食和各类饮料，只要有谁诱惑他会马上两眼放光。然而他的同学却做足了备考准备，不仅严格控制饮食和每天的健身锻炼，而且还报了形体班。非常赞同这句话，真正的努力是一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又能时刻投入当下和集中的自控力。我想要只是内心的一种期许，实现与否最终取决于自控力的强弱。自控力才是一个人的顶级魅力。娱乐圈中有很多童星也